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朵花、一片叶子，竟然能映照整个宇宙的结构？在佛学《华严经》中，就有这样令人惊叹的描述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万法唯心造。这不是诗意的想象，而是一种深邃的宇宙观，提醒我们，世界从来不是孤立的，而是整体、圆融、互为依存的存在网络。对现代人而言，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抽象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，每个微小的存在都包含整个宇宙的结构，你会发现，这与现代科学中对全息宇宙或量子纠缠的认知不谋而合。宇宙不只是外在的物质舞台，而是一个彼此映照、彼此影响的整体系统。每个局部都包含整体的资讯，而整体也在每个局部中呈现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华严经》指出，万法唯心造。换言之，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单纯的客观外在背景，而是与我们的意识密切互动。我在之前的影片《宇宙本身竟然是活的》之中提过，宇宙并非只是单纯的背景，而有可能是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，而且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。我们每个念头、每次感受都是宇宙网络的一部分，也因此我们能透过意识与心念参与这个圆融宇宙的运作。这个观点正呼应本频道一直强调的理念：神性本源并非遥不可及，它就存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之中，只是透过相对的现象展现自身的完整与圆满。在这一集，我们将从这句经典金句出发，探索《华严经》的宇宙观，以及它如何揭示意识与世界的深度连结。你将看到，所谓的神性本源并非抽象概念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透过现象运作的智慧网络，而我们每个人正是其中的一个节点。在《华严经》中，法界缘起是一个核心概念，它告诉我们，宇宙中的每一个存在，从最微小的尘粒到整个世界，都不是孤立的，每一个现象的出现都依赖于其他无数现象的条件。同时，任何一个现象也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。换句话说，局部包含整体，整体反映局部，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存在的。这种观念与我们平常理解的线性因果不同，一般认为 A 造成 B，B 造成 C， 而《华严经》说的法界缘起，更像是一个多项交互的网络，每个节点既是因又是果，互相依存，互相成就，形成一个无缝的整体。这也正是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的前提，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，都与其背后的法理相互圆融，无所阻碍。为了帮助理解，可以想象宇宙是一张巨大的网，每个节点都是一个微尘，一个存在，而整个网络的运作决定了每个节点的表现。同时，任何节点的变化也会在无限的网络中产生回响。这个网络不是虚构，而是《华严经》用来形容宇宙彼此映照、无限互射的结构。你我每天的念头、行为，无形中都在这张网络中留下痕迹，也在回馈整体的运作。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，这个结构与量子纠缠和全息宇宙模型有相似之处。量子纠缠告诉我们，两个粒子即使相隔遥远，也能瞬间影响对方，显示局部之间并非完全孤立。全息宇宙模型则指出，每个局部都隐含整个宇宙的资讯，整体与局部是互相映照的。虽然《华严经》并不是物理教科书，但它对宇宙结构的洞察与现代科学观察到的现象不谋而合。更深一层的是，《华严经》所说的法界缘起，也暗示了意识与宇宙的共构关系。每个灵魂、每个心念，其实都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。我们不是孤立的观察者，而是参与者。当我们的意识起念，这个念头会在整个网络中留下影响。
这正呼应本频道的核心理念，神性本源透过相对的三维物质世界来体验自身，而我们的每一次感受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这个圆融网络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法界缘起不只是哲学或宗教抽象的概念，它提醒我们每个个体的行动与意识都有无限的连结与可能，每一念、每一举既影响自身，也回应整体，整体又反映每一个微尘的状态。这种互摄无碍的宇宙结构，正是华严经对世界的深刻描绘，也为我们理解自身在宇宙中的角色提供了清晰的视角。在华严经中，除了法界缘起，另一个核心概念是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。简单来说，它描述了现象，一即事与其本质，一即理的完美圆融，每个事物都遵循其道理，但这个道理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与万物相互作用，互不阻碍，形成无限的含摄和互融。换句话说，宇宙的每一个局部不只是被整体包容，它也同时反映整体的智慧。一个微尘的存在中，可以映照整个法界，而整个法界也在这微尘中得以呈现。这正是《华严经》所说的重重无尽、层层叠叠的现象，彼此包摄，无限延伸，构成一个互相交融、圆满无碍的宇宙结构。如果从意识的角度理解，这就像神性本源意识，不只是藏在某个远方的高位，它透过每一个现象运作，在万象中展现自身的神性。神性本源本来完整圆满，但为了体验自身，它分裂出无数个体灵魂，透过相对的感受与行动，亲身体验自身的全貌。因此，我们并非孤立的存在，而是宇宙本源的延伸。每个念头、每个行动都参与了这个无碍网络的运作。这也正好呼应我一直强调的理念，我们的灵魂不是与宇宙分离的孤立个体，而是神性本源透过相对世界的自我体验，这种圆融不二的观点，提醒我们，世界表象虽然多样，但其底层逻辑是一致的。个人意识虽然有限，但却能映照整个法界的结构。每个微小的行为或念头都有可能与整体共振，形成不可见却真实的影响。从现代科学的隐喻来看，这与我们理解的量子意识场或共振系统相近。局部的振动会影响整个场，而整个场的结构也会回馈每个局部。虽然《华严经》不是科学论文，但它揭示的宇宙结构提供了我们理解意识与世界互动的高度相关性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把意识调整到圆融、正向的状态，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个体，也会在无形网络中回响，与整体宇宙相互呼应。因此，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不只是哲学说法，它是一种宇宙运作法则，既描述现象的多样，又说明其背后的统一本质。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能明白，显化法则的核心不是外求，而是调整内心，让本源意识的圆融智慧自然流动于日常生活之中。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选择，都是参与宇宙无限丰盛能量运作的机会。华严经中有一句极具启发性的金句：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这句话揭示了我们意识的创造力，我们的心不仅能观察世界，更能塑造世界的呈现。换句话说，宇宙中所有现象，无论是我们的感受、想法、行动，甚至身体与外在世界的互动，都由心所造。每个念头都是一笔，每个行动都是一个颜色。而我们的生活正是这幅无形画作的展现。如果把这个理念与我们熟悉的显化法则连结，就会更容易理解。我们的内在状态会影响外在经验。心念纯净、正向且专注时，所创造的世界自然映照出和谐、丰盛与圆融。
心念混乱、执着或恐惧时，则会在经验中投射出相应的纷乱或限制。这并不是迷信，而是对意识与现象互动的一种古老洞察。它告诉我们，创造的能力本来就在每个人内心中，只是需要理解与善用。与前面提到的法界缘起和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相呼应。心如工画师的智慧也包含了因果回响的理念。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选择，都是宇宙网络中的节点，会在整体中留下痕迹，影响其他节点的运作，也会回馈到自身的经验中。这意味着，我们的内在心态不只是个人情绪或思考的问题，而是真正参与了宇宙圆融运作的过程。每一次意识的调整，都是对整体的一种微小影响，也是一种与神性本源互动的实践。进一步理解这种心及创造的概念，也与我在之前影片探讨过的观念一致。神性本源为了体验自身，必须透过我们的灵魂，在三维物质世界中不断创造各种体验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本就继承了神性的创造力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巨大网络的一个节点，都是神性创造力的展现者。当我们善用内心的觉知和正向意念，就等于在参与一场无尽的、圆融的宇宙创作。此外，这句金句也提醒我们，宇宙的运作不是死板的法则，而是一种艺术般的智慧。每个人的意识如同画师的笔触，既自由又有秩序。当我们了解自己的心念如何影响现实，也就更明白，显化并非外求，而是内心的描绘与宇宙结构的共鸣。每一个念头都可能在生命的画布上留下痕迹，每一次的选择都可能映照出整体的智慧。总结来说，心如工画师不仅是哲学隐喻，也是一种实用的意识工具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意识的力量不在于控制一切，而在于善用自身内在的创造力。参与这个圆融的宇宙网络，理解这点后，我们就能以觉知、专注与善念来塑造自己的经验，实现内心的圆满与外在世界的和谐。如果我们把前面所有的观点整合起来，华严经所描绘的世界，其实是一个重重无尽、彼此映照的宇宙结构。没有真正孤立的存在，也没有单向的因果线条，而是一张层层交织、彼此回应的网络。你不是站在宇宙之外观看世界的人，而是就在这张网络之中，同时也是它的一部分。这正是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最深层的含义。它不是在说每一朵花里真的藏着一个缩小版宇宙，而是在指出一个关键事实：整体的结构会完整的映现在每一个局部之中。你的一个念头、一个选择、一种内在状态，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是整个宇宙运作在你身上的一种具体呈现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也与全像宇宙、非局域性、系统互一的模型高度一致。宇宙并不是由一堆彼此独立的零件组装而成，而是一个彼此牵动、同时变化的整体系统。在这样的宇宙中，观察者无法完全抽离于被观察的现象之外，意识本身就已经参与其中。这也是为什么显化法则在华严经的框架下会显得格外理性，而不是神秘。它并不是你想要什么，宇宙就送你什么，而是当你的内在状态改变，你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与互动方式也随之改变。世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样貌，这不是奇迹，而是结构性的结果。华严经想带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一个逃离现实的灵性世界，而是一个更深刻的现实理解。你所经验的一切，正是宇宙透过你在经验自己。当你理解万法为心造，并不是要你责怪自己的人生状况，而是意识到你有能力在这张宇宙网络中调整自己的频率、视角与回应方式。
进而改变你自己的人生。也正因如此，真正的修行或觉醒，并不是追求超凡的能力，而是回到一个清醒的位置，看见自己如何参与这个世界的生成。当你改变观看世界的方式，世界回应你的方式也会随之不同。所以，《华严经》并不是一本古老而遥远的佛教经书，它其实在用极高维度的语言提醒我们一件事：你不是宇宙中的一个小角色，你本身就是宇宙结构的一个缩影。当你看懂这一点，也许你会发现，所谓的显化、觉醒，甚至人生的方向感，都不再那么神秘。因为你一直都在世界的中心，不是因为你重要，而是因为每一个存在都在宇宙之中。而这正是华严世界观的真正视角。华严经全经极为宏大，文字总量超过40万字。本片尝试以较白话、较现代的方式，将其中最核心的宇宙观与思维结构做一次浓缩与整理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